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那今天勇哥对 Symbox 4合1脚本进行一个更新。那这次更新的话，主要加入了一个 NetOS 协议。那这样的话，4合1就变成了5合1。那还有一个更新就是针对订阅链接加入了本地 IP 的订阅链接。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好，首先打开勇哥的 GitHub Symbox-YG 4合1脚本，那现在已经更名为精装桶5合1脚本。拉下来，我们复制这个脚本，然后打开我们的 SSH。那这里的话，勇哥连接的还是自己的甲骨文云的 VPS 做一个测试。进入 Root 模式之后，我们粘贴脚本，回车。首先就是安装依赖，选择1进行安装，选择1。回车，接下来开放端口。如果你对自己的 VPS 有端口方面的设置的话，你可以选择2，跳过自己处理。不想设置的话，那你就选择1吧，全开放端口。使用哪个内核？那默认的话是使用最新的内核。如果你选择2，使用 1.10.7 内核的话，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内核但是它有很多功能是没有被移除的。那有些小伙伴比如说喜欢 GOSIT 分流形式或者是喜欢 IP 优先设置的话你可以选择2。那这里的话为了体现 NetOS 的安装，我就选择最新的内核，因为老协议的话是不支持 NetOS 协议的。回车选择1。接下来让你选择使用自签证书还是域名证书。那默认的话是使用自签证书，域名证书的话，我等会会用 DNS API 模式进行一个操作。先选择1回车吧。现在默认新内核有5个协议会用到5个端口，特别是针对那些 NetVPS 的话你有特殊的指定端口那这里的话建议你选择2，一个一个进行一个端口的设置。那如果你的 VPS 没有端口限制，那就选择1回车，让它随机就可以。当然你要保证你这些端口是全部开放，没有开放你还是要选择2，指定你开放的端口。我默认就选择1。好，那5个协议都已经出来了。最后的话是一个聚合分享链接。好，那我们这里把聚合节点的分享信息全部复制一下，粘贴到我们的 V2N， 拼一下真连接。那这里一个 HY2 大家要注意一下由于 V2N 它默认是 Xring 内核，那这里的话 HY2 是-1杠1的话我们改一下内核就可以。打开 HY2 协议这里的 Query 的类型，选择 Symbox， 点击确定，再拼一下 HY2 协议就通了。其实自签证书的话只应用到了 HY2 TOIC 以及 NetOS。那 VLS 它是用的 Reality 没有用到自签证书那 VMS 的话它也没有用到自签证书它是默认是80系端口裸奔的，这个大家要清楚。NetOS 已经顺利的加进去了。那这里的话我设置 NetOS 为活动服务器，然后打开代理，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NetOS 是正常运行，说明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使用 IP 订阅模式的一个设置。那现在我们输入脚本的快捷方式 SB， 我们输入 SB 回车，这样的话就快速进入了菜单。然后我们要选择3回车，那这里的话多了一个选项8设置本地 IP 订阅分享链接，我们选择8。然后这里有4个选项第一个就是重置安装本地 IP 订阅链接这个就是你首次安装或者是想全新再次安装可以选择1。那选项2的话是更换订阅链接的路径密码。如果你已经创建好了本地 IP 订阅链接，你想改一下路径密码，你可以选择2。选项3也一样如果你已经安装好了本地 IP 订阅链接，你想改一下链接的端口，你可以选择3。那我们这里选择1。
首先它会要求你输入路径密码啊，如果你路径密码懒得输啊，那你可以使用整个脚本的 UUID 回车就行了啊。如果你想自己设个密码，那你就随便输一下数字字母，这个都可以。那我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吧，我就直接回车啊，用我协议的 UUID 回车。那这个 UUID 的话，跟我每个协议的 UUID 是一样的。然后下面设置端口啊，是未被占用且可用的订阅链接端口，你可以默认随机一个啊，也可以自己指定一个。那我这里随机一个端口回车，然后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安装啊，我们稍等片刻就可以了。本地 IP 订阅链接已经生成完毕，然后它会自动回到主菜单。你会发现它这里多出了3个本地 IP 订阅链接的地址。首先第一个就是 Clash Mihomo 的订阅链接地址，我们复制这个地址，然后打开网页粘贴，点击继续访问，那这个就是 Clash 的订阅链接地址。然后下面一个 Sandbox 的订阅链接地址，粘贴回车，那这个就是 Sandbox 的订阅链接。好，那下面一个就是聚合协议订阅地址。这个地址的话，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在网页上查看单节点协议的一个集合。所有的协议都是单节点啊，那这个的话主要是针对单节点的客户端的朋友们，格式都是你本地 IP 加上你刚才设置的订阅链接端口，再加上你的订阅密码，再加上一个文件名。那现在的话，我使用 FL Clash 进行一个测试，打开 FL Clash， 点击配置，点击右下角添加配置，使用 URL 地址，添加 URL 啊 ，URL 就是 Clash Mihomo 的地址，复制，粘贴，提交。那它已经加进去了，自动同步了。当然，如果没有同步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的同步 ，OK， 然后点击代理，你就可以看到5个协议都有了。那勇哥脚本的话，默认就2种形式：负载均衡和自动选择。你可以在选择代理链接这里，到底是使用负载均衡还是使用自动选择，这个随意。都不选择，你可以指定一个协议。Clash 大类的客户端应该都差不多。OK 啊，那有些小伙伴说啊，它这个订阅链接会不会自动同步更新？假如说我要加入 ARGO， 我们选择3，然后再选择3，添加固定隧道或者是临时隧道。那我们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选择1啊，添加临时隧道，选择1，安装临时隧道。这里的话稍等片刻。OK 啊，临时隧道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回到 FL Clash 这里，我们点击配置。然后点击这里3点，点一下同步，临时隧道会不会出现啊？然后我们再点击代理，你会发现多出了2个临时隧道，已经同步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申请一下域名啊，虽然这个申请域名的话，这个步骤可有可无，但是有些小伙伴还是喜欢申请域名证书，最主要的是他想把后面这3个自签证书变成域名证书啊，这样呢心里感觉会踏实一点啊。那我们现在开始申请域名证书，我们使用 DNS API 方式。那现在我们进入菜单，输入 SB 回车，接下来我们选择12 ACME 申请域名证书。然后我们选择1，然后申请证书的形式啊，原先的话我们是使用80端口申请啊，那80端口申请有可能自动续期会被80端口的占用而无法自动续期，那我们使用 DNS API 的方式就比较方便了啊。我们选择2，注册所需的邮箱啊，这里的话随机，接下来输入解析完成的域名。好，那这里的话勇哥忘了一件事啊，就是 CF 那边还没动过，还没设置过啊。我们打开 CF 的官网啊，选择一个你托管好的域名，点击 DNS， 点击记录，然后点击添加记录，把我们的这个本地 IP 复制一下，粘贴到 IPv4 地址这里。那把小黄云给关掉，这个一定要注意，必须关掉啊。然后名称这里随便输一个，随便写一个，比如说 SB。类型因为是 IPv4， 所以选择 A 啊。IPv6 的话选择 4A， 这个大家要注意。然后点击保存，好，输入我们解析完成的域名啊，域名就是名称 SB 点复制你托管的主域名，粘贴，然后回车，选择托管域名的解析服务器，我们这里是 CF， 所以选择1，复制 CF 的 API key， 那回到这里点击左侧的概述，拉下来
右侧最下面有一个获取你的 API 令牌，我们点击，我们要的是第一个 K 啊，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查看，然后它会要求发送验证码到你的注册邮箱，我们点击发送验证码，输入一下，然后点击确认我是个真人，然后点击查看，那这个就是你的 API 密钥啊，我们点击复制，然后粘贴回车。接下来输入 CF 的注册邮箱啊，那这个注册邮箱相信大家应该都自己知道啊，输入自己的注册邮箱，然后回车，我们稍等片刻就可以成功了。那它这个证书的话是不托管在服务器的80端口上啊，所以它的自动续期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OK 啊，申请完毕。那最后它这里会提示，安装了勇哥系的脚本的话，证书都是可以通用的。然后我们输入快捷方式 SB。然后我们要替换这3个证书吧，把 HY2、TUIC 以及 NNTLS 都替换成自己的证书，选择3，然后再选择1。那这里有5个协议，我们选择3、4、5替换一下。首先选择3HY2，选择3回车，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切换。那我们这里还要重新再进去一下啊，可以发现这里的自签证书变成了域名证书。那我们这里同样的操作顺序啊。选择3，选择1，然后再选择4，好，然后把第5个 NTLS 也给替换一下吧。好，选择3，选择1，选择5，好，输入 SB。那这样的话，最后3个证书从自签证书改为了域名证书，包括聚合协议这里刷新一下，你可以发现也都变成了域名。那我们这里直接把这些单协议直接粘贴到 Victory-N， 我们粘贴，包括一个 ARGO 的协议。然后这里我把 HY2 这里的内核要改一下，改成 Sandbox， 全部选中，拼一下真连接。好 ，OK 啊，都是通的为什么我这里3个是域名证书，而我这里3个自签证书居然还是通的呢？那是因为自签证书这里是跳过证书验证，不去验证 SNI 了你这个 SNI 随便填它这里3个自签的协议也还是通的。那有些小伙伴说我这个内核协议太新了我想使用旧的内核协议，那我们怎么切换呢？我们切换到 1.10.7 试试吧。我们选择8，然后选择3，输入 Sandbox 版本号 1.10.7，然后回车。那这样的话，所有协议都会回滚到 1.10.7 内核那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功能已经显示出来了，比如说代理 IP 的优先级 NTLS 就没有了。好，那关于 Sandbox 5合1脚本的更新就说到这儿，重点就是更新了2个东西一个是加入了 NNTLS， 还有一个就是加入了本地 IP 的订阅链接。本次 Sandbox 5合1脚本的更新是1年半之后的一次重大更新那希望大家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勇哥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